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我现在在成都华阳，去探一家在这个地方开了20年的一个老馆子。这家馆子就在华阳中学的这个后面，这里停车超级不好停，没有停车的地方。这条巷，那个店就在那棵树下面，据说开了20年。 好，到了，就在这个下面。咋点菜啊？那个腰花儿。腰花嘛。还有啥子？锅包腰花，它还有一个臊子老花儿。老花儿。老花儿。臊子老花儿还有黄花儿嘛。还有个菜单呢？还得干什么？小人。 4个人，在有青菜没得嘛？ 有空心菜、咸菜、凤尾、莲白、土豆丝。腾腾菜嘛，炒个腾腾菜。腰花、老花、黄花、空心菜哈。啊，对。来，有嘛？哇，它这个就是在外面，这个就是在楼下呀，这算是外摆吧？放的不动哈，挡到你面前。啊，都上菜了哇。好，这个菜上的挺快的，火爆黄喉58块。 看起来分量不小，如果下面没有垫东西的话，我在想它这个天气如果太热了之后怎么做啊？外面坐不住吧？然后有一棵大树，有树也没用啊，35、6度这里坐不住的。哦呦，点儿过来了，它这个菜上的挺快的，这个端上来了，隔了1分钟这个就端上来了。先吃这个黄喉，哦，腾腾菜也上来了。这个点菜的话，如果出去面试，先让炒腾腾菜，这个炒出来放一会儿就发黑发黄，就说明这个手艺不过关。好，先试一下这个黄喉，这个是猪黄喉啊，猪黄喉呢比较薄一点，它切的条，这是豆腐烧老花儿啊，不，臊子老花儿。臊子烧老花儿。哦，好，来试一下这个黄喉，再来块厚一点的。 口感吃起来很脆，它这个呢可能是发的偏胀了一些，然后下锅一炒，收缩的比较厉害。从颜色品相上来看，它这个油也是不少。看到了自贡菜的影子，火爆菜放了泡椒，放了小米辣，放了大蒜，放了姜，还有一点鲜的花椒。这个炒法也很简单，有很多不懂炒我们自贡菜的，黄喉下去爆，然后再下辅料。其实这个菜一定要先爆辅料，然后再下黄喉。黄喉下锅之前呢，还得 码个味，再上一点那个红薯粉。你看它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炒法来了。它下面芡粉它是码在这个黄喉上面的，这就是火爆菜的一个特点。如果不码这个黄喉下锅之前不码芡的话呢，它味道扒不上。这道菜吃的就是一个口感。我看一下分量啊。对，下面没有垫东西，58块钱完全没问题啊。黄喉本身就不是便宜的货。 味道就是一个鲜辣味，葱姜蒜的味道比较重。这个应该是芹菜啊，切的太小了，切成的太碎了。如果再长一点的话，就不会显得那么乱。这个是大蒜，蒜也稍微粗一些。哇，生的，生蒜，这个蒜下锅没有爆熟的生蒜，就是这个稍微粗糙了一些。它这个技法借用了我们 自贡菜火爆菜的技法就是油多下去，速度快，几下就起来，而且是提前把料汁调好了，分量不小，58，对得起这个价格。好，下一道，哇，这个腰花，要是说用这个盘子就好了，这个盘子明显是装凉菜的，不是装火爆菜的。火爆菜这个油多了，试一下这个腰花，先看一下改刀啊，这个改刀呢就是成都这边的改刀法，不是我们自贡的改刀法，这个就很典型的凤尾。 你知道什么叫凤尾吗？下面这3刀的话，它要把它稍微切开一点，叫凤尾。但是这个改刀刀法不怎么好看，没有自贡的火爆菜那个爆出来好看。先尝一下口感。腰子是新鲜的。我刚开始还纳闷啊，38就能上一个火爆腰花，果然还是说这个量摆在这里，量不多，看到没？这个量是不多的，一个腰子，也就是一个腰子的样子。它这个炒法很成都啊，你看。 放了这个大葱，放了一点这个蔬菜，然后放了木耳，这个很成都的炒法。
完全不是自贡的炒法。这个炒法呢，就是味道稍微柔和一些，不怎么辣，颜色红亮一些，油多一些，更加下饭。自贡的话就吃个味道、口感和味道，所以这道菜38块钱不贵。说实话，吃下这个，它这个蒜啊，它用的是比较好的独蒜，它不是那种白皮蒜。独蒜现在不便宜啊，独蒜10块钱一斤嘛。这个盘子选错了，38块钱，就是降低这个点菜的压力，但是量呢是不大的。这个味道就比较柔和嘛，就是微辣，咸鲜微辣。这个其实就跟老成都的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。是啊，这个哨子老花啊，这老花的话，应该如果人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2个半到3个，相当于老花呢，我猜哈，放在汤里面一直煨着。来一份了之后，打一份出来，放在这个盘子底下，哨子勾个芡淋上去。先尝一下哨子，这红花椒放的比较重，入口就是红花椒的味道，然后就是豆瓣酱的味道，红油豆瓣酱的味道。这个哨子啊，我个人觉得偏咸了一点。老花是新鲜的，多少钱？48，不算贵也不算便宜。因为老花的价格非常稳定，新鲜老花的话7、8块到10块钱左右，冻老花4块钱一个，便宜的2块多3块的也有。但是那个一入口就有一股腥味，这个没有腥味，这个是新鲜的。口感呢，反正就是老花的口感，嫩。它这个也是咸鲜，但是我就有点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个的油也不少，老花也不是爆出来的，因为味道啊，味道都在汤里面，香味和辣味才在油里面，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它的辣味和香味，还有这个花椒的麻味吧。尝下空心菜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上下来10分钟左右吧，黑了，有点黑了，啊。炒空心菜要炒2遍，第一遍油和开水混合，调个味，给它上个味道，然后倒出来把油水沥掉，然后是蒜蓉下锅爆香加猪油，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快变黑，起码能够坚持个1、2个小时吧，很简单。当然，还有的空心菜本身就要黑，但是这个蔬菜吃起来啊，猪油的味道比较浓厚，这个油用的好，所以这个油呢，因为猪油都知道啊，炼的油比买的油贵多了，而且猪油1斤油也就出7两，6两多7两，它这个上面没写多少钱，应该是4两吧。这个菜没有价格，你看它的菜是非常少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火爆菜就4个，这个菜的品类是非常少的。最贵的118鳝段，但是刚刚问了一下，不是土鳝鱼就不点了。它这个地方办公楼比较多，后面又是社区，旁边又是学校，应该这里就是解决工作餐吧，偶尔聚个小餐什么的，是吧？整体上来讲，味道是没有问题的，味道都挺不错。然后咸淡的话，就这个哨子稍微咸了一些，其他都挺好，很符合下饭菜啊，很符合偶尔的工作餐。好，吃饭吧。就感觉这种才有口粮。猪油，有它油的味道。现在我们都吃完了，然后但是吃完了归吃完了，看起来还剩一半。我们看一下这剩下的一半，看到没？这都是泡椒、葱姜蒜，你看到没？这剩下的一半里面有油，有那个葱姜蒜什么的，这也吃完了。这都是料头，料头还剩一半。然后就是我说的，我们四川人炒蔬菜啊，爱放花椒。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，一定要注意了。你看，它这个空心菜里面都放了不少的这个红花椒。我刚开始以为是我的产生的错觉，然后我一扒拉一看，里面很多红花椒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同事有一个争论一个点，就是这个空心菜，他们说放了菜籽油，我说放了猪油，等一下去看一下到底是放的什么油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2种油都放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吃完了去买单。哦，都2点钟了，还有人吃饭。好多钱了？170吧？哦，少来。你们那个空心菜放的啥子油来炒的啊？我们全是清油泡。清油啊？菜籽油是不？放不放猪油啊？没有放猪油啊？好。哦，好。像我们饭菜已经吃完了，总共消费170元，人均消费40块钱出头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菜非常下饭。我们总共干了2大盆饭，然后菜吃完了之后还剩一半，一半是料头，还有油。
再来说一下这个空心菜啊，给我的感觉倒不是说里面有猪油的香味，我吃的这个空心菜就是它吸附油的吸附力、浓稠度很高。如果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它是用的菜籽油，因为菜籽油大部分其实是调和出来的，只有农村那种炸出来的菜籽油，它那个浓稠度才会有那么浓。那这样子看来的话，它这个菜籽油品质用的是比较好的，整体呢人均消费不高，40多块钱。然后非常的下饭。再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，不能吃花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，跟老板讲，炒蔬菜或者其他菜，该不放花椒就不放花椒，因为我们本地人是没有问题的，川外的朋友可能就是不能吃的，可能有一点介意这个。整体的菜品呢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非常下饭。如果你正好在这周围呢，推荐你3公里可以过来尝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